老铁们，我做的对吗？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。M4步枪装备定型至今，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叙利亚接受了无数战斗考验，也发展出很多改进型号。在下一代单兵作战武器定型之前，它仍然是美军的炮灰级单兵轻武器。就在去年，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又闲不住了，由于新型高膛样弹药、新的作战需求等等原因，他们决定升级现有的 M4A1 Block 2，更换一整套包含改进型的导气系统和护幕在内的上机匣组件，也就是军迷熟知的 URGI。Upper Receiver Group Improved 这套组件在外观上和 Block 2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使用了 Gasly 公司的 MK16 型护幕。去年10月份的上海玩具展上，忽必烈展出了 K5 水弹发射器，就是以 URGI 整枪为原型。和不到1周前上市的思骏一样， K5 也实现了空挂和回膛的功能。同样的卖点，3倍的售价， K5 真的是传说中的上流发射器吗？和之前的 K 系列发射器一样，忽必烈在包装上直接体现了 K5 的核心卖点，把巨大的空挂释放件印在了封皮上。不得不说，每次拆开忽必烈的包装都有很强的仪式感，这大概就是消费主义邪恶而又令人无法自拔的本质吧。配件盒里装着电池、充电器和忽必烈出品的马盖补弹匣，外壳非常厚实，造型和金鸡带有弹药指示窗的版本一样。涡轮电机的供电采用了和 K4 一样的触片结构，据说还针对供弹不畅的问题进行了改进。说明书上显示 K5 还有一款 L 型，使用 13.5 寸护幕，而我手上的这款 K5 则是使用了 9.5 寸 DDC 色护幕的短款。发射器本体权重超过2公斤，虽然和思骏的 M4 重量接近，但 K5 重心更加均匀，没有使用任何配重，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。K5 机匣正面有一个显眼的变化，就是挡壳板后方终于出现了机匣铸造码。不过机匣大肚子的问题，姑且认为是为了安装后机片做的妥协吧。顶部导轨上装着一对金属 KAC 机瞄，做工很精致，调节功能完备。后方的 Gasly 垃圾柄可以双面操作，拉开以后会有一些晃动，行程40毫米，顶部印着白色刻字。拉动垃圾柄的同时，深灰色的金属防尘盖弹开，可以看到忽必烈特色的立体基片，铝合金材质经过抛光以后非常漂亮。和思骏 M4 一样， K5 的空舱挂机行程也在40毫米左右，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K5 在模拟空挂以后，垃圾柄并不会主动回弹，还原了 Air 真铁的结构特点。按下机匣左侧的空挂释放键，机片回弹伴随垃圾柄清脆的金属碰撞声，相比思骏单纯的机片归位，拟真感更强，听这个声音就能引起强烈舒适。空挂释放键也使用了 Gasly 配套款式，可以直接用手掌拍打机匣来复位，就这么一拉一开，我可以玩1年都不会腻。下机匣后方双面快慢机是 K2S 以来的标配，档位比较清晰，右侧拨杆拨起来稍微有点阻力。三角形的竞技扳机上刻着大写的 G 字样，精致当中透露着闷骚，扳机力度适中。分体扳机护工没有采用 Gasly 款式，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左侧弹匣颈上印着 Gasly Automatic 的凹刻，字体边缘非常清晰，下方还有独立的数字编号。整个机匣使用全套金属铰零件，漆面质感保持了忽必烈一贯品质。根据厂家的宣传， K5 机匣进一步改进了加工工艺，提升材料强度，应该说算得上目前水弹 Air 当中的顶级水准。K5 使用的 B5 Submod Bravo 后托是基于 LMT Submod， 也就是俗称的海军托的改进型，这是水弹厂家首次对这款后托进行复刻。相比海军托， B5 看起来更加纤细，用料很扎实。托垫有一层橡胶覆盖，但是打开以后并没有和海军托一样的双侧零件盒。铝合金托芯还是忽必烈的经典款，托芯屁股上和之前的 K 系列一样，有一个螺丝固定的电池舱盖。DDC 色 9.5 寸 MK16 护幕，铝合金表面使用了氧化喷砂工艺，侧面 Gasly 刻字质感很棒。顶部导轨和机匣齐平，没有任何高度差问题。和 Gasly 其他型号的护幕一样， MK16 在机匣连接处左右两侧都有定位用的精密螺丝。除了顶部导轨以外，3面都采用 M-LOK 系统，挂载配件需要安装额外的导轨片。护幕里的外管依然是忽必烈祖传的尼龙套管，
还是一样的配方，一样的味道。套管前端安装了稳定环，基本不会晃动。14毫米逆压螺纹上装着 URGI 配套的 Surefire SM4P 消焰器，可惜原厂的橙色尼龙键没有提供黑色替换，正巧我手上有一个同款的金属键，完美安装。K5 整只发射器还原了 URGI 上机匣组件，搭配 Gasly 下机匣的 MK16 整枪，质感不用我多说，忽必烈做壳子什么水平，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。不得不说 ，K5 拿在手上的确让人赏心悦目。不过既然已经做了 Gasly 全套，仍然在扳机护弓、导气这样看似不起眼，但非常提升细节的地方缩水，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。作为 K5 的另一个卖点，回膛功能也是忽必烈首次在 AR 发射器上实现。同样是40毫米的天梯联动行程，在原厂 7.4 伏电池下 ，K5 的回膛还算比较稳定。和思骏相比，忽必烈的机片更加厚实，撞击在机匣上的声音非常清脆。不过使用11.1伏电池就会出现惯性导致的悟空挂现象，非常影响体验。据说厂家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进了，加强回弹簧和基片以后应该会有改善。取下机匣销钉，机匣里的回膛空挂套件一目了然。和思骏的设计略有不同，忽必烈的回膛轨道设计在了气筒上方，铝合金基片面积非常大，几乎占据了整个波箱上半部分。为了和空挂组件适配，垃圾柄使用了超短款，看起来比较喜感，没法和市面上其他款式互换。上机匣和 K 字一样，在前端内嵌了金属螺纹，整体强度非常高。原厂仍然是亚克力内管。哎，想清楚再说啊！你的 P4 还想不想要了？由于回膛套件给波箱会带来额外压力，忽必烈首次原厂使用了金属齿轮组，总算是良心了一回。原厂初速60上下，和包装上的标注完全一致，性能非常安全。在水弹市场上 ，Gasly 的配件一直非常热门。MK4、MK8 到 MK16 护木最近都有很多工作室进行复刻。忽必烈 K5 在外观上其实除了首次复刻的 B5 后托，并没有太多全新的配件。MK16 护木也是在此前就已经单独发售了。它的核心卖点是和思骏一样的回膛空挂功能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忽必烈的回膛空挂结构在还原度上有更好的表现，全套金属小零件也是延续了 K 系列的一贯配置。加上 MK16 这款热门护木 ，K5 整体搭配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。从 K1 到 K5 能够看到忽必烈在 AR 发射器不断进行的尝试和创新。不过对于这样一只首发售价1200块的发射器 ，K5 的细节仍然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。作为目前中高端 AR 发射器的代表，还是希望 K 系列的品质能够精益求精，真正配得上高端的称呼。目前首批 K5 听说遇到了一些翻车问题，忽必烈已经暂停发货进行修正了，并且给首批购买玩家发放补件。我手上这只还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，可能是之前翻车翻多了，处理反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